各位好，我是胖哥。今天呢，我会挖一个新坑，就是 OMV 的系列教程。那么看过我之前的教程的小伙伴可能知道，我用的是 TNS Scale。那其实我现在转到 OMV 已经用半年多了。那么在这半年时间里面，我用它感觉是非常的方便、简洁，并且稳定。所以呢，就萌生了做 OMV 系列教程的一个想法。那至于做多少集或者它的深度是怎么的，就得看各位观众老爷们的反馈了。那么第一节呢，我会讲一个快速上手。那旨在呢，就是各位拿到手之后呢，马上用起来。基本的内容就包括我们的下载安装，然后一些硬盘的一个格式化基本配置，包括安装 Docker， 然后安装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最后呢，就是我们把我们NAS 里面的文件把它给分享出来，我们通过局域网的其他电脑去访问。那么我会做的非常的详细。OK，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那首先我们去把它的安装镜像给下载下来。那这是它的官方网站这边是一些它的特点介绍，然后是它的更新。那基本上呢，他们每2周都会有一个小的更新，那么这是在系统里面直接升级就 OK 的。然后我们点这边下载，然后点稳定版。这边的话你等几秒钟，然后它会开始自动帮你的去下载。OK， 那么我之前已经下载完毕了，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下载完毕的一个 ISO 镜像。那么你要安装它的话，就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物理机安装，那么你需要做一个启动 U 盘，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虚拟机安装，那么直接安装的时候去加载这个 ISO 镜像就可以了。那么2种方式我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安装在物理机上的话，那你就需要有一个软件去帮你做启动盘。那我平时用的话是这个 Blender H，它是多平台的一个版本，你可以下载 macOS、Windows 还有 Linux 的。这里点下载，然后就可以了。那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启动它，只要3步就可以做我们的启动盘。首先就是我们去找到下载好的镜像，然后呢去选择你需要做启动盘的那个 U 盘。那这里注意千万不要去选错了。然后点这里 Flash 就是烧录的意思。OK， 那经过一段时间等待呢，它就会烧录完成。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制作好的启动盘放到你的物理机上，然后 BIOS 选择 U 盘启动它就可以了。那后面的安装方式跟我们虚拟机里面的启动好之后的安装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在虚拟平台安装一下 OMV， 那我用的平台的话是 ESSi， 之前我做过一些安装配置教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那我这边其实已经安装了一台 OMV 了，就是我日常使用的。可以看到我分给它了42个 CPU、16G 内存，然后还分了14个硬盘。那除了第一个硬盘 100G 我是安装在 ESSi 的那个系统版里面的话，其他的所有的硬盘我都是硬件直通过去的。那其实也就代表着我现在给大家演示新装一个 OMV 的话，我是没有物理硬盘挂过去的，所以我会创建一些虚拟硬盘，主要是给大家演示用。那点这边，然后我们创建新的 OMV。这里系统的话选择 Linux， 然后 OMV 和 TNS Scala 它都是基于 Debian 的发行版，所以我们这边选择 Debian 11，随便选择一个硬盘安装。那 CPU 安装我个人的习惯，我都是给满的，因为我的服务器性能相对还可以。然后内存，如果你是单纯的当它是 NAS 使用的话，我觉得家里面用的话 16G 是足够的。那如果你是要 All in One 的话，那你肯定就把所有内存都给它了。那么我现在 All in One 的话，是因为用这个 ESSi 的系统，我会装各种各样的应用，各种各样的虚拟，所以我主要的内存还是给 ESSi 去使用的。那硬盘的话，我这里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物理机去安装，那么建议还是把这个硬盘都给它，然后你其他的硬盘去作为它的一个存储去使用。那如果你是虚拟机的话，可以看情况，你可以少给一点，后面反正动态扩容也比较方便一些。那我们给它实际当系统盘，然后再加3个硬盘，到时候可能是后面2集做那些RAID的演示去使用。点下一步。这里点完成。
那刚才还有一步没有做，就是选择我们的光盘镜像。这里 CD、DVD 这边我们点连接，然后选择 ISO， 在这边我们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的系统镜像。OK， 点确定。好，我们打开电源正式安装。回车。语言的话，我们选择中文。中国。韩语。主句们根据自己喜欢随意这边。域名这边随意了，其实。然后我们设置 Lotte 用户的密码。这里的话需要进行磁盘分区那这边它提示找到好几个硬盘，那我们刚才建了4个磁盘然后我们选择这个10级别的硬盘，把它当系统盘。回车。这边的话呢，你选择软件源我们肯定是选中国。那这几个域名的话，分别有那个公司还有高校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网络情况实际的去选择。那我这边呢选择官方的一个镜像源。那如果你没有代理的话，这边留空就可以了。那安装了一系列软件之后，我们整个安装过程就结束了，非常的简洁。那系统安装完毕之后你再次启动就会进入到这个系统引导界面。那么我们默认选择第一条即可。我们的系统就启动完毕了。那这里有2个信息大家要注意一下。首先是这个 ENS19就是我们的网卡的 IP 地址，但是它是 IPv6 格式的，我们并不知道它的 IPv 格式的那个地址是什么。然后这里就是它的一个 Web 控制端的它的默认的用户名还有密码回头我们会使用到。那我们先用 Lotte 用户登录，然后去看这个 ENS192它的 IPv4 的地址是多少使用 Lotte 用户，然后用我们刚才的密码登录。再打一个命令 ifconfig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地址是 192.168.50.105， 然后我们通过网页去访问 192.168.50.105， 用户名就是我们的 admin， 那密码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 OpenMediaWatt。登录系统之后，我们可以点这边设置，然后通过更改密码去把它默认的密码给改掉。那么首页的话是它的仪表盘，我们这边点设置页面，可以选择你感兴趣的信息，然后点保存，它就会显示到我们的仪表盘上面。那如果你要再次修改的话，你可以点设置，然后点到仪表盘这边，你可以重新的去选择。那么我发现仪表盘它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它的设定项它是存在 cookie 里面的，如果你用新的设备去访问它的话，你就要去重新设定。那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开了一个谷歌的无痕浏览模式，然后用我们的账号密码去访问之后，它这边就会提示你没有设定，要重新设置。那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它这个是 feature 还是一个愚蠢的 bug，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被修正。然后我们大致过一下菜单项，那细节内容在我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会详细的去讲解。这里点开系统看一下。一些日常的一些设置，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这边设置一些通知。那如果硬盘满了，或者说出现一些突发的一些事情，它可以发邮件通知到你。然后我们点开网络，正常来说，一般是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任何的设置的，默认就可以了。存储器的话，我们就经常会使用这边显示你的所有硬盘，然后你要做一些软类的话，就是在这边处理就可以了。这边就是咱们的硬盘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这边去看到。那文件系统的话，等会我会演示一下，就是我们要把另外3个硬盘去格式化。这边的话，共享文件夹就是我们需要指定哪些文件夹可以去共享。服务的话，它这里默认比较少，就是这几个。那常用的话，肯定就是 SMB， 就是我们300的一个共享。那待会的话，我会给大家演示一把。这里 SSH 的话，我们是肯定要用的。待会我也会给大家演示
远程去连接 SSH， 然后装我们的 Docker， 再装我们的 BT 下载软件。用户这边的话，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可以创建一些用户，比如说分权限的去访问我们的共享。诊断这边就是一些系统的日志，基本上也没有太多需要去使用的。然后我们来格式化一下另外3个硬盘，在存储机这边点文件系统，然后这边点创建。这里看到我们有另外3个硬盘，那其中一个10GB 的系统盘，因为我们已经用掉了，所以它在这边不会显示。我们选这一个。那么文件类型肯定是选 ext4， 那么在所有的 Linux 发行版里面几乎都是用 ext4 的那个文件系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没有 ZFS 就是那个 TuneNet Scala ZFS。那这边你要用的话，需要额外的去装它的一个插件。当然我个人是不建议 ZFS 的，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折腾了。这个回头我吐槽那个 TuneNet Scala 的时候，到时候再说吧。那我们选择 ext4 格式之后呢，直接点保存就可以了。它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会自动帮你去创建。格式化之后，它会跳转到挂载页面，我们要把刚才格式化的硬盘把它给挂载起来。然后我们选择刚才格式化的硬盘，这边的话就是选择你的警告阈值，就说你用到 95% 之后呢，它会发送你一个邮件，告诉你硬盘用到 95% 啦，空间快不足了。那么注释这边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给它做一个注释，然后确认。OK， 那如法炮制，我们把另外几个硬盘也把它给挂载起来。然后注意到上面有个变更，我们要点应用，然后确认。确认完毕之后，就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正式使用，我们就可以去访问到它。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共享。然后试着访问一下，那这边点服务，然后 SMB 这边点设置，我们要把这个已启动给勾选。同样的，这里点一下应用，然后点共享，这边点创建。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共享文件夹后面没有任何的下拉选项。其实就是它是要提前创建一个共享文件夹，那么它的入口呢是在这边，你可以在这里创建，但是它这边为了方便你操作这里有一个联动的一个创建方式，就你点这边之后它没有选项嘛，你可以点这边创建，然后会跳到共享文件夹这个入口，我们随便取个名字，然后文件系统就是我们刚才格式化的硬盘，随便选一个。这里路径要注意，你打的这里的路径就是你到时候要存的文件的位置。比如说它这个 data 1就是你待会把文件放上去，它的文件就会放在这个硬盘下的 data 1的这个目录里面。这权限的话就是指你把一个文件放到这个共享里面，那么它创建好之后，管理员它的权限是什么然后对应的创建的这个用户的权限是什么。其他的话就是除了管理员和创建这个文件的用户，其他的那些用户的权限这里都是可以去选择，随便选一个。备注的话你就随意吧。这里创建之后可以看到共享文件夹就有一个共享文件，然后我们点应用。那我们再回到创建共享的位置，然后点创建。此时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刚才的共享文件夹。然后这里一些细节的选项，我会在后续的课程中跟大家来分享。那这里的话，其实你直接点保存，你就可以访问这个网络共享了。然后有一点就是说，像我平时比较偷懒，因为自己家里面访问嘛，所以我会把允许访客给点开，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账号和密码，你就能访问到这个共享。然后我们点保存，再点应用，可以看到这边匿名用户是允许的，这边都给你提示了。那让我们远程来访问一下这个文件夹。那么在 Mac 下面的话，我们需要在 Finder 里面点这边 Go， 然后点这边连接到服务器。那前面的协议就是我们的 SMB 协议，后面的 IP 地址呢，就是我们服务器的 IP 地址。点连接，点
点好连接之后呢，这边会有2个选项，一个是匿名用户访问，就咱们刚才这边允许匿名用户，另外一个选项就是直接用你的系统用户去访问。那么我们现在系统用户它只有一个 root， 所以你用 root 登录的话，它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你 root 用户的权限实在是太大了，它所有的东西都能去修改，所以一般情况下300协议它默认是不让 root 用户去登录访问的所以你要做这样一个处理的话，你需要在用户里面我们新建一个用户，然后用那个用户去访问我们的共享。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 guest， 那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 data E 这个目录下面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我右键的时候正常这边是可以新建文件的，但是它不能新建。那这里就跟我们刚才创建共享文件夹设置的目录它的权限有关系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点共享文件夹，那这里点进去呢，可以看到它已经没有权限的选项了，因为是在这边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访问控制的一个权限，但这边的话会有点复杂。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其实就是把其他用户，因为相当于 guest 用户嘛，把其他用户的那个读和执行改为读写执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guest 它就可以读和写并且执行了。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新建一个目录，然后这边直接选每个人读写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点这个文件夹，然后在这边选择读写执行，保存以后我们再去访问那个共享文件夹试一下。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新增文件了。假设并非所有人都知道 Windows 下怎么去访问网络共享，那么我再开一个虚拟机给大家演示一下 Windows 下怎么去访问。那么 Windows 下呢，它有2个入口，一个是这边点运行，然后直接输入我们的服务器就可以了。点确定，然后它会让你输入用户名密码。那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是可以匿名访问的，你随便输一个就可以了，它就直接能进去。那如果不能匿名访问，你刚才随便输，它就会让你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我们双击这个，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文件。那么我们也可以重新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我们再到 Mac 下面去看一下，可以看到它这边也有了。那这边另外一个入口就是你点你的电脑，然后在计算机这边它也有一个映射网络驱动器，然后打上我们刚才的地址，点完成。这里可以看到它报了一个错，因为它这里需要明确的共享文件夹的一个位置，那么你要把 data E 打全，点完成。这个时候呢，它就在你的电脑，它有一个网络共享的一个映射，以后直接双击就进去就可以访问了。这里再进行一下扩展。那么你家里面你自己一个人用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那你就所有的都是匿名，然后读写权限都有。但如果你的家人，比如说你老婆、你孩子在用的话，一些重要的数据你怕他们误操作，那么让他们访问的时候，你可以让他们直接匿名直读，但是你自己访问的话，想要操作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账号，然后通过那个账号去修改里面的内容。那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我们到共享文件夹新建一个，还是选第一个文件系统。这里的话就是使用默认的管理员读写、用户读写，但其他制度，其他就是我们的 guest。那点保存。那在服务里面，我们创建一个共享。选择刚才的 test， 然后选择允许访客，这一点保存，然后我们通过 Mac 访问一下，点这个 test， 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直接匿名就进去了，但是我右击的话是没有新建文件夹的选项，也就是说你是只读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用户，比
比如叫 smb， 设置它的密码，然后点保存，然后再次访问。那么我们输入创建的 smb 这个账号，这里选择 test。这个时候我们右键你看它是可以创建文件的，比如说我们把它给复制进去，好，那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删除的动作。那么我们再次切换到我们的 guest 用户，可以看到它是能看到这个文件的，但是你想右键把它删除，它是不行的，它这边会给你报个错，那么防止你的误删。那么我基本上自己用的话都是以这种方式，平时偷懒就是想只读的话都是用 guest 去访问，那么要做一些修改，那我就指定用户。那么可以看到我们 OMV 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 NAS 系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能，还有乱七八糟的一些软件之类。那如果你要在上面去装软件的话，那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那么现在 Linux 发行版的话都有 Docker， 那么我们首选去安装一些应用的话，肯定是 Docker 是最方便的。那么下面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在 OMV 下面装 Docker， 然后我也会去装一个 BT 下的软件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同时呢，我会给大家演示如何去挂载磁盘，让我们的 BT 软件下载，把那个文件下载到指定的磁盘。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首先的话，你需要在服务这边确保 SSH 这个服务是开启状态，它默认是开启的。然后 Root 用户呢也允许访问。那么让我们连到服务器去安装 Docker。如果你是用 Windows 的话，可以进入命令行或者 PowerShell， 里面有一个命令叫 SSH， 然后呢在后面打入 Root 的用户名，然后 @ 就是后面就是我们的服务器地址，然后回车。接着输入我们 Root 的密码，你输入的时候它密码是不显示的，只要输对然后回车你就可以登录了。然后我们正式开始安装 Docker， 这是官方的安装文档，那么我们根据它的步骤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注意到这里有一个 Steal， 那如果你用的不是 Root 用的话，你就需要 Steal 权限，那我们是直接用 Root 登录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 Steal。然后先根据它的提示卸载旧版本，其实呢我们是没有旧版本的，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的包被卸载掉。然后这边首先需要设置一个软件源，那么我们先更新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软件，因为它在安装那个软件包的时候，它会根据你软件源里面的软件包的版本去安装，然后我们再安装相关的需要的一些组件。我之前已经安装过这些组件了，所以它并没有让我重新去安装。它这边需要你安装一个 K， 就是防止你到时候下载软件的时候被篡改。我们创建一个目录，然后安装这个 K。在这里呢，就是根据你系统的版本架构，它会帮你去生成它的一个软件源。我们直接复制，回车。那么正式开始安装我们 Docker 呢，我们还是要更新一下软件源，因为我们刚才添加了新的 Docker 的软件源。那可以看到这边 Docker 软件源它已经更新了。然后我们再复制这一个命令，这里就是正式安装我们的 Docker 了。OK， 然后我们把 Docker 启动起来，看一下它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 Docker 就算是安装完成，并且成功的运行起来了。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安装 Docker 的应用。那么可以从官方这边你相当于它是一个应用市场。我们搜索一下我用的一个 BT 软件，叫 QBittorrent。
那搜索完成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啊有一些标签。那这里的标签它是官方认证的，那么尽量去点有这些认证标签的一些内容。那像这种它是没有的啊，毕竟认证的它相对来说是安全一点。那么我用的是这个版本，点进去。那么其实你所有的软件点进去啊，它的套路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一个配置文件。那配置文件你这边把它下载到本地复制好之后呢，你直接通过运行 Docker Compose 或者 Docker CLI 的命令就可以把它启动起来。那么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实中就是我现在 OMV 用的这个 BT 软件它是怎么配置的，我们来对比给大家讲解一下。然后我们进入 Docker 的目录，这是我创建了一个 Docker 目录，然后我把所有的软件下载下来，我都会给它单独创建一个目录，这是为了后面方便我去把它移到其他机器，那么我直接运行它就能起来。然后我们进入 qBittorrent 这个目录，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堆文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配置文件，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那我平常使用的编辑是 VI，如果你不会的话，可以打这个 nano， 空格输入我们的文件名。在回车之后，我们就看到文件的内容。那这里的话是有一些操作的提示。那我不用这一个，我按这个 Ctrl 加 X 离开，直接用 VI 打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更改的内容。可以看到我整个文件的格式跟它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做了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它这边有一个 time zone 的一个设置，默认它是欧洲那边的时区，那我肯定是选择中国的时区。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Web UI 的一个端口，那它是8080，我改成了8081。然后这个 volumes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配置。那基本上你下载应用程序，它肯定是要往你的硬盘里面写东西的。那如果你不设这个 volumes 的话，它会写到应用程序本身的那一点点空间里面。那我们如果是 PT 软件的话，那就非常非常不合适了。我们肯定是单独给它设置一个硬盘，让它去写入进来。OK， 那这里具体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那么前一半呢，就是你本地的路径，后面一半就是它应用里面的它的一个路径。那这里设置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你本地的路径挂载到它目录里面一个路径，这样的话，它往那个应用程序里面这个目录去写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写的内容会放到你本地的这个路径里面。那么很明显，第一行它这个叫 config， 那肯定是一些配置文件。那可以看到，我把它的一个配置文件放到了 root docker qBittorrent 里这个目录里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访问的那个目录。PWD 呢，就是可以显示我当前目录所在的路径，可以看到它就是在那个 root docker qBittorrent 这个目录里面。那除了这个文件，还有这两个文件以外，其实都是它那个 config 这个目录里面写东西产生的。那这样写的话，刚才已经提到过，我这样写，我只要到时候把整个目录把它移走，然后我在启动的时候，就任何的配置我都必须要修改，它就直接能运行起来了。好，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那很明显，它这个 downloads 就是默认它的 BT 下载的那个软件的一个位置。那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硬盘。那我这边给它指定了 MNT 这个 PT 这个目录，也就是说，应用程序往 download 的文件夹里面写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写的就是我的 MNT PT 的这个文件夹。OK， 那么我们来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在我们新的 demo 的机器里面怎么去把整个 Docker 把它给跑起来。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两个配置文件，它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就是通过配置文件去把它命令跑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你直接去用这个 Docker 的 CLI 的命令，直接打在后面的参数把它给跑起来。那么建议是去使用这个 Docker Compose。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少一步，我们要把这个 Docker Compose 给装一下。
可以安装。好，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没有任何东西，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Docker 目录。那进去之后呢，我们再创建一个目录专门给我们的 KubeTorrent。好，我们稍微设置的不一样点。那我们再进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目录就是 root docker qt， 对吧？然后呢，我们复制这一整个文本，那么 vi qt yml， 那么我们贴过来之后，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把它放开，那这里呢，我们是跟它一样。然后 Web 端口的话，我们默认就可以了。这里路径我们去修改一下。OK， 还记得我们路径吗？就是 root docker， 然后 qt， 对吧？我们先保存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目录，对吧 ？root docker qt。这里的话，我们去挂载一个硬盘，放到它的一个 download 的目录下面。这里跟大家说了一个小的知识点。那一般情况下面，我们 Linux 挂载硬盘都是放在 MMT 下面的，也就是这个目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那也就是说 ，OMVI 它的挂载点并不是 MMT。我们登录系统去看一下。OK， 默认你是看不到，它这边就显示一挂载，对吧？那你要点这一个。然后把挂载点把它给点开可以看到它这个很长，我们直接复制 OK， 然后我们访问这个路径看一下这里是我们刚才做测试那个 data 1还有我们的 test。 那比如说我们去 test 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那个文件，对吧？正好我们来再做一下实验。比如说我现在访问了这个 test， 就这里这个文件，然后呢我在目录里面把它删掉，可以看到这里也没有了。OK， 那虽然我们在外面访问的是 test 的这个目录，但是在你服务器上它的位置在 srv， 然后 dev 巴拉巴拉巴拉一长串的那个 UUID， 然后再是 test 目录，对吧？很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要把它下载路径放到这个 test 目录里面，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我们编辑这个文件，注意不要把这里的冒号给删掉了直接复制过去。那这时候我们的笔记软件去下载文件放到 downloads 目录里之后呢，它就会把文件创建到 test 里面。那基本上我们配置就完成，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还记得我们刚才装了一个软件叫 Docker Compose 吗？这里我们只要打一个 app， 然后-d，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启动这个程序，-d就是在后台运行。我们回车。可以看到它这边报出来呢，就是我这边记错了，它一定要名字是 Docker Compose， 它才会默认的去读它，否则你就要指定文件那我们这边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呢就是指定文件为 Qt。我们看一下它这边这里有一个指定文件名字，默认就是 Docker Compose。那我们偷懒一点，就以后每次都要启动，你都要去打一个 F 的话有点麻烦，那我们就偷懒一下。我们改一个名字 OK， 然后我们再启动。那首次启动的话，它会去下载我们的镜像，会花一定的时间，这我们不用去管它。这样的话它就启动完成了。好，那我们来访问一下105，我们的端口是8080，对吧？好，这里就可以访问了。像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它并没有说，对吧？实际上你要仔细看一下官方文档。OK，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是8080，然后默认的用户名密码是 admin 和 admin。我们直接打一下。
点登录。那么我们刚才配置的它的配置文件是在 root docker qt config 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目录里面多了一个 config 文件夹。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它就把所有的配置都放在这里面了，可以看到这些。那么对应的也是一样，可以看到我这边配置，这是我的正式环境，我这边是直接让它写到 qBittorrent 这个目录里面，对吧？然后我们进入到 qBittorrent 这个目录，好，可以看到它的配置文件跟这里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实际来下一个种子来看一下它的下载是不是在我们挂载那个目录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挂载的是这个目录，对吧？可以看到里面目前是空的，我们选择一个种子下载。OK， 下载完毕。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就有它下载文件了。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显示乱码其实是编码系统问题。那么我们只要打一个命令，这里设置一个变量回车之后，那么我们就能正常显示了。那我们不能每次运行的时候都执行这一个命令，对吧？那我们要把这个声明放到我们启动的时候它的一个 bash 的配置脚本里面。那我们编辑这个命令，然后把它放到最后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退出来，然后再去连接我们的服务器。然后键盘的向上按钮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历史命令，然后我们还是到这个目录，再打 ls，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中文的名字，没有乱码。OK， 然后我们再通过共享访问一下，这边共享直接就出来了，因为就是我们刚才目录动都没有驱动它。再访问一下。OK。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双击去访问它。OK， 那我们再把这个文件给删掉。OK， 可以看到这边也没有了，目录里面也是空白的了。OK， 那么整个上手指南呢就跟大家说完了。应该是没有遗漏的，就是从我们的系统安装到我们的磁盘的格式化，然后再是共享文件的设置。那么具体3本服务这边做了一定的设置，然后教大家如何匿名访问，然后一些权限如何去设置。那么最后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Docker 这一个工具，然后去装我们的应用。包括呢还有一些小细节、一些技巧也分享给大家了。那么相信各位去用这个 OMV 的话，能快速的把它给使用起来。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都 OK， 我会看到的话我会详尽的跟大家解释。那么下一个视频的话，我会讲一下我为什么会从 TuneScale 转到 OMV， 包括我的一些迁移的一些经历，那我都会分享给大家。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还请大家3连哦。好，各位观众老爷，拜拜。